是从小在台东长大。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上学都骑脚踏车，在一望无际的农田当中，最后到一个学校。从小很幸运，我在一个台湾最美丽的环境里面长大。那我从小学开始，因为家里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动手做任何东西。我们家是广告社，所以从小就铅笔盒自己做，书包自己做，所以动手做的这个习惯，跟环境所带来给我自己的体验跟感动，我认为这个是我成长经验里面也影响我一辈子的。我们从小学开始，一路到国中、高中都有音乐跟美术，但是我认为有一个更基本的对生活的一个体验、生活美感的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更重要。他们可以想象力。好尴尬。我们的眼睛所见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懂得美。美的视野啊，或是美的观感上面，其实我们是需要训练啊。那个训练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要从这个学生开始，是因为希望他能够以生活为范围，懂得去观察。认识美这件事情是个工具啊，那工具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想说也许是从色彩啦、质感啦、次序啦，可以透过艺术的教育认识美感。美感教育很注重一种过程，美感教育很注重一种方法。美感教育很注意怎么去设计那个过程跟那个方法，让那个孩子们可以学到，它都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感教育需要一些工作坊，需要一些方法打开我们原来老师们熟悉思考事情，把它分科分类分好的方式重新打开。会有一个饼，又有一个饼，所以如果你这边捏起来，其实他们会有一个凸出来的，它就可以当把手。然后如果觉得这个手，美感是你要去面对生活，那面对生活的时候，你应该要有具体的目标去做一个教学的期待，就是你设定了一个旅程的目的地，所以你用了一些方法，希望他去触碰一些事情或者尝试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把6个构面，其实6个构面其实就包含色彩、质感、比例构成、结构构造。那所以我们把6个构面当成6个入口，也就是说，老师在这6个构面的入口里面带领学生做一个学习的旅程。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具备了某一种谈美的能力，或者是使用美的一种思考。美没有绝对的答案这件事情，其实是你需要他用手去操作，然后去试试看哪一个比较好，那是可不可以有更好的方式。美感就要像空气一样，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必要再跟同学讲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美感，而是大家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看到美。我觉得美感，它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他去发现，他会觉得世界不是那么无聊。不是说只有读书工作，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以前教育比较少去 touch 的部分，那就非常的可惜。因为我说他们有时候就是一板一眼，他就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要把生活再过得更用心去过生活。我觉得美感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学会用心过生活。
但我更希望的是，除了跟生活连接之外，我希望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会怎么去做讨论，然后怎么去做换位思考。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开始需要的不是只有个人，你单就一个个人，你能够发展的东西很少。那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他怎么跟他人去做沟通跟互动，学会找方法去解决。美感它不能快。如果真的要让学生有一些感受出来，你好像要放慢速度，或者是预留一些时间让他们想一想。我在上美感课的时候，孩子他还是会有一个疑问：老师，你上这个课要干什么？所以，我7年级上学期，我先教他们公民美学，就是我想要上这一堂课，可是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东西？其实，美感这东西，我们常常讲要从小培养到大，那问题是我们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会跟孩子讲，你学了这堂课，你未来可以改变什么？美感就是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就是说我这样便宜形式就是这样做，反正大家也都这样做。可是今天如果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它可以给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对，那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一个机会。对我个人来讲，美感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坚持。我不太习惯说美是见仁见智，我是完全反对哦。你如果从小或者你很注重环境的观察体验，我想美是有标准的。那但是美的诠释的方式没有标准答案，这的确是。但是美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价值。那小朋友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红色是温暖的，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红色的人，带给这个世界很多温暖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小朋友给我的回馈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色彩这件事情，我并不是只是叫他调色，或者这个红色就代表了什么意义。红色对他来讲，它的意义是他自己去找出来它的定义，而不是我赋予它的一个定义。就是澎湖岛上的小孩，终究有一天，如果他要求学，他可能还是得离开家里。对，那其实这些颜色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他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会对这个家乡更有认同感，而且是从他自己出发的，因为他曾经做了这件事情。他知道他的脑海中有一些特定的颜色，一些特定的景色，然后他是可以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珍惜。对，我觉得是一种，当然是美感，但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美感的课里面去培养他一个情怀，就是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他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真的故事。有一个孩子，他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发了一个题目，要他画怪兽。那所有的其他的小孩都拼命的画怪兽长什么样子，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的怪兽，看这个怪兽电力公司产生的怪兽啦，看七龙珠产生的怪兽啦，等等这样子。只有一个小孩非常特别，他在那个画面上面画了很多的虚线。那老师过去就问他说：“你在画什么？”他说：“我在画下雨啊。”老师说：“你在画下雨，可是你的怪兽在哪里？”他指着上面留的一个白色。他说：“我的怪兽是下雨天才会出现的怪兽。”我超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怪兽长什么样子是没有答案的。去画它，去做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去呈现这些事情，也许都对。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小孩子相信这个下雨天才会出现的怪兽是要有这个雨的这个介质，然后透过这个介质使那个怪兽显现出来。我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的美感教育有一点像这个介质。然后借着这个介质，引出小孩子也好，学习的孩子也好，甚至试图学美感教育或 design thinking 是什么的老师，引出他们去试图成就他们的那一只怪兽。然后那个雨是这个介质，是我们这个平台，是这一群人设计一些方法让大家刺激思考。那至于下雨天才出现的那一只怪兽，在每一个人的纸上，在每一个人描述上面，都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它透过这个介质，它浮现出来，这是我想象的美感教育。